商品不足，市面上还能够被交易的商品，价格肯定就会整体上升，这就是通货膨胀的由来。特别是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开始上涨之后，所带来的就是物价的全面上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继续维持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那是让自己的通货膨胀雪上加霜。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美国财政部长放风要取消对华的惩罚性关税。11月1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对记者表示美国对其他国家收取惩罚性关税会推高国内物价，降低关税则会产生抑制美国国内通货膨胀的效果。看来最近几个月美国国内物价飞涨，商品缺货已经到了比较严重不得不解决的地步了。因此我们猜测耶伦的这一番讲话是为美国取消对华惩罚性关税放风。当初在特朗普政府启动对华征收高额惩罚性关税的时候美国国内就有一大批懂得国际贸易规则的专家就指出来说，这个惩罚性关税的承担者并不是中国的生产厂家，而是美国老百姓自己。为什么会这样？我们举个例子来说明。假如中国出口价值100块钱的产品到美国，正常情况下美国海关收20块钱的税，那么这批货物就会按照120块钱的价格进入美国的流通领域。如果美国海关收起100块钱的惩罚性的高额关税，那么进入流通领域的价格就会变成200块钱，中国所获得的还是100元，只不过是美国的老百姓交给美国政府的钱从20块变成了100块而已。特别是当美国只有中国这一个进口渠道的时候，美国没有办法从别的商场上别的渠道进口的时候，中国的出口产品是1分钱都不会降价的。从2018年到2020年，美国的物价没有发生大幅度的上涨，完全是因为中国商品物美价廉，即使是被收了惩罚性的关税，也没有超出美国的老百姓所能承受的能力。但是到了2021年的今天，由于美国自己的问题，中国商品再便宜也抵挡不住美国越来越严重的通货膨胀了，导致美国物价上涨的原因很多，我们只讨论其中2个影响比较大的因素。首先是美国政府印了太多的钱发给老百姓作为社会福利。经济学的原理非常简单，市面上的商品就那么多，你的钱少了，商品的价格自然就涨不上去，就不会那么高。一旦你的纸币印的太多，商品当然就会涨价。另外一个原因是美国自己的国内物流发生了问题，大量的集装箱堆在港口，不能够顺利的进入物流渠道。进入了物流渠道的部分商品，也因为卡车司机的短缺，运力不足，不能及时的运送到全国各地的销售终端。虽然美国目前还没有出现全面的物资匮乏，但是在很多的社区超市的货架上空空如也。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商品不足，市面上还能够被交易的商品，价格肯定就会整体上升，这就是通货膨胀的由来。特别是当生活必需品的价格开始上涨之后，所带来的就是物价的全面上涨。在这种情况下，美国政府继续维持对中国商品征收惩罚性的关税，那是让自己的通货膨胀雪上加霜，这就是典型的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美国政府是一个特别喜欢向外甩锅的政府，他们习惯于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国外，最常见的手法就是发动战争。但是对于中国这种级别的对手，问题就不是那么简单了。如果美国政府为了物价上涨问题向中国开战，那可能通胀的问题还没解决，美国就不存在了。所以美国只好退而求其次，希望中国能够支持配合一下。但这些问题通通都发生在美国的内部，都是因为美国自己做发生的。现在美国政府手中能够立竿见影的政策工具就只剩下调整关税了。美国政府的不同部门也代表着不同的利益集团，有一些利益集团暂时还没有被火烧到身上，自然是继续高调反华。但是对于财政和商业部门来说，已经是火烧眉毛，急不可待了。美国政府再不把中美商业关系调整到合理的状态，他们所代表的那些利益集团就会面临极大的损失，甚至从此一蹶不振。这就是中美贸易战在美国内部引起的矛盾和争吵。然而争吵归争吵，美国政府从总体上还没有转变全面反华的根本国策，所以中国在经贸上是不是应当配合美国恢复良性互动，现在看来还不到时候。那什么时候才是中美经贸关系回到正常化的时机呢？惩罚性的关税是美国单方面强加给中国的，那么美国就应该单方面的撤销。不但如此，美国还应当对中国在贸易战中受到的重大损失做出合情合理的补偿。
才能够让人相信美国政府的诚意，才有中美贸易正常化的基础。这句话就谈到这里。